如果要问中国所有古籍里哪一本最像一场从远古吹来的大梦，答案可能只有一个，就是《山海经》。提起《山海经》，你会想到什么？是九尾狐，是西王母，是鲲鹏，是饕餮，还是那些游戏里威风凛凛的上古神兽？但如果你回到原文，就会发现完全不同。九尾狐不是妩媚女子，而是一只声音像婴儿啼哭、带着危险气息的异兽。西王母也不是高坐云端的雍容女神，而是豹尾虎牙、披发长啸的半人半兽。那些后来被美化的神灵和怪物，在最初的文本里往往更加粗犷，更加野性，也更加接近生存本身。很多人以为《山海经》是神话，其实它可能是一份上古生存档案。很多人以为它是怪物图鉴，其实它记录的是先民面对未知世界时的恐惧、观察、命名和反抗。很多人以为它荒诞不经，其实它可能保存着一个民族最早的精神密码。那么，这到底是一本什么书？如果让我定义它，我会说，它不是一本奇兽大全，而是中华文明童年时期的一场大梦。这个梦不轻松，也不甜美，它有洪水，有烈日，有旱灾，有黑夜，有吃人的猛兽，也有不肯低头的人。请想象一下，几千年前，人类还没有今天的科学，也没有地图导航，没有气象预报，没有医院，没有钢筋水泥。一个人走出部落，前面是深山，身后是族人，脚下是泥土，耳边是野兽的叫声。天为什么会下暴雨？河为什么会突然泛滥？太阳为什么每天升起又落下？山里为什么会传来婴儿一样的哭声？先民解释不了这些问题，但他们没有沉默。他们给山命名，给水命名，给怪兽命名，给灾难命名。因为命名就是对恐惧的第一次驯服。一个东西只要有了名字，就不再完全是黑暗，它可以被记住，可以被传给后人，也可以成为经验。所以，《山海经》表面上是在讲远方，实际上是在讲人怎样面对未知。它表面上是在写神怪，实际上是在写生存。它表面上荒诞，骨子里却非常务实。先弄清它的结构，你会发现，它看似混乱，其实乱中有序。我们可以把《山海经》的世界想象成一个巨大的同心圆，最里面是古人比较熟悉的中央山川，也就是中原文明的核心地带。那里有山，有河，有矿，有植物，有动物，也有一些奇异现象。再往外是东、西、南、北四方群山，这里仍然有大量地理记录，也有越来越多奇怪的鸟兽。再往外，就进入海内和海外，世界开始变得陌生。那里出现大人国、小人国、冠凶国、与民国，人不再完全像人，动物也不再完全像动物。再往外，就是大荒。大荒这个词本身就带着苍凉感，它像世界边缘，也像人类认知的尽头。那里有日月出入的地方，有神灵居住的地方，也有很多现代人无法解释的场景。所以读《山海经》，就像从一个熟悉的村落出发，一步一步走向天地尽头。越靠近中心，世界越真实；越走向边缘，世界
越疯狂。但这并不是缺点，反而是它最迷人的地方，因为这正好反映了古人的世界观。熟悉的地方是生活，陌生的地方是想象，再往远处就是敬畏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这样一本书最早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？别急，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来了。《山海经》里有大量山川记录，它会告诉你，从一座山往东300里到另一座山，那里有什么草，什么树，什么矿，什么兽，什么水。今天读起来像流水账，也像古代版地理数据库。可是请注意，这些枯燥记录背后藏着很强的现实功能。哪里有铜，哪里有铁，哪里有玉，哪里有盐，哪里有能吃的植物，哪里有会伤人的猛兽。这些对上古部落来说，不是知识爱好，而是生死大事。一个部落要迁徙，要祭祀，要制造工具，要躲避灾害，就必须知道这些信息。于是有人认为《山海经》的早期形态可能不只是神话书，而是一种资源地图，甚至是一份荒野生存手册。你想想，在那个时代，知道哪里有铁矿，意味着可以做工具；知道哪里有铜矿，意味着可以做兵器或礼器；知道哪里有玉，意味着可以祭祀；知道哪种草能吃，意味着能活命；知道哪种兽危险，意味着可以避开死亡。所以《山海经》不是坐在书房里编出来的闲谈，它更像无数先民用脚走出来，用眼看出来，用命换出来的经验。它告诉后人，前方那座山可以去，因为有水，有草，有矿；另一座山要小心，因为那里有怪兽，有毒物，有灾兆。这哪里只是神话，这是远古人类在黑暗世界里留下的路标。更迷人的地方在于，有些山川似乎能和今天的地理对应，有些却完全找不到。于是历史上就出现过很多大胆猜想。有人认为《山海经》记录的不只是中国，也可能包含更遥远地区的见闻。也有人尝试把其中某些山脉、水流和美洲、非洲的地理特征相对照。当然，这些说法至今没有确凿考古证据，我们不能说得过满。更稳妥的说法是，《山海经》保存了一种非常复杂的远方记忆。它也许有真实旅行，也许有口耳相传，也许有巫术想象，也许有对异族异地的夸张描述，但无论哪一种，都说明古人对世界边界充满好奇。他们不满足于眼前的村庄，他们总想知道山那边有什么，海那边有什么，日月升起的地方又有什么。这种好奇心就是文明最早的火种。接下来，我们把目光转向《山海经》里最容易被误解的部分，也就是神兽。现代人提到神兽，总觉得他们是酷炫的，是华丽的，是适合做游戏角色的。可回到原文，你会发现古人看神兽的眼光很朴素，也很直接。这个东西能不能吃？吃了能治什么病？带在身上能不能不迷路？它一出现，是不是说明要发洪水，要打仗，或者要大旱？你看，这就很有意思了。比如书中有一种草，像韭菜，开青色的花，古人记它不是因为它漂亮，
而是因为吃了可以不饿。还有一种植物叫迷谷，花能发光，佩戴以后不容易迷路。今天我们会觉得这很浪漫，像奇幻小说，可对古人来说，这可能是进入森林之前最重要的安全感。再看动物，有一种兽像猴子，有白耳朵，能站着走，也会趴着爬。古人说，吃了它可以善走。还有一种鱼，形状怪异，像一头多参，听着吓人。可古人说，吃它能治病。九尾狐也是这样。今天的九尾狐常常被想象成美人、聪明、诱惑，带着爱情和权谋。可是《山海经》里的九尾狐，声音像婴儿哭，住在青丘山，形象诡异，甚至有危险气息。书中关心的重点仍然是吃它以后有什么作用，这背后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上古世界不是浪漫的，它首先是残酷的。我们今天觉得荒诞，是因为我们太安全了。可如果你站在几千年前的森林里，你就会明白，古人没有资格浪漫。饥饿会死人，迷路会死人，毒虫会死人，瘴气会死人，野兽会死人。每一次外出都可能是生死考验。在这种环境下，先民急需力量。他们相信，吃什么就可能获得什么。能奔跑的兽吃了它，也许自己就能跑得更快。能辟邪的狐吃了它，也许自己就不怕鬼魅。能发光的花带着它，也许就能穿过黑夜。这不是简单的愚昧，而是人在极度弱小时，试图借自然之力保护自己的努力。他们用牙齿对抗荒野，用经验对抗死亡。除了能不能吃，神兽还有另一个重要作用，就是预警。没有气象卫星，没有地震仪，没有水文站，古人怎么判断灾难？他们看天色，看水声，看草木，也看动物。某种怪鸟出现，可能意味着战争；某种怪蛇出现，可能意味着大旱；某种异兽出现，可能意味着洪水。今天看起来，这些记载很像迷信，可换个角度想，他们也可能保存了古人长期观察自然的经验。洪水来临前，动物可能迁徙；地震之前，鸟兽可能躁动；气候异常时，某些生物会改变活动范围。古人不能解释背后的科学原理，但他们记住了现象和灾难之间的关联。于是，怪兽就成了天意的信使。他们一出现，就像天地给人的提醒，这个世界很危险，你要警醒。请注意，这才是《山海经》真正有力量的地方。他没有把自然写成温柔童话，他写的是一个又美又凶的世界。山中有玉，也有毒；河里有鱼，也有灾；神兽有灵，也会吃人。人活在这样的世界里，不能傲慢，只能敬畏。现在我们来看几个最有代表性的神兽。第一个是帝江，它像一个黄色布带，红得像火，有6只脚，4只翅膀，却没有脸，没有眼睛，没有鼻子，没有嘴巴。可奇怪的是，它会唱歌，会跳舞。一个没有五官的存在，为什么会歌舞？这正是它震撼的地方。帝江不像普通动物，它更像天地未分之前的混沌。
没有边界，没有方向，没有善恶，没有分别。可是，在这团混沌里，已经有生命的节奏，它会歌舞，说明宇宙最初并不是死寂，而是有律动的。这哪里只是怪兽？这是古人对宇宙开端的想象。第二个是魁，它出现在东海的流波山，它像牛，苍灰色，只有一只脚。它出入水中时，风雨跟随。它的身上有日月一样的光，声音像雷。后来皇帝得到它，用它的皮做鼓，用雷兽的鼓做鼓槌，鼓声一响，500里外都能听见。这个故事表面上像捕获神兽，实际上讲的是人类把自然之力转化为文明权威。雷声原本属于天空，属于神秘。可是当魁的皮变成鼓，雷声就进入了人类社会，它成了战争的号令，成了王权的声音，成了让众人敬畏的力量。所以《山海经》里的神兽不只是动物，它们是自然的象征，是权力的象征，也是人类理解世界的一种符号。可是只有神兽的世界还不完整，因为《山海经》真正让人热血翻涌的是那些敢和天地对抗的人。先说夸父，很多人小时候听夸父逐日，都会觉得他傻。太阳怎么可能追上？一个人为什么要追太阳？这不是自不量力吗？但如果你把它放回远古现场，就会发现这不是笑话，而是一场悲壮的远征。夸父追的不是一个天体，他追的是光，是热，是希望，是族群活下去的可能。有人推测，夸父逐日背后也许有远古迁徙的记忆。寒冷来临，食物减少，族群必须寻找新的居所。夸父像一个带路者，向太阳落下的方向奔跑。他在追逐温暖，也在替族人寻找未来。请想象这个画面，一个巨人在大地上狂奔，前方是太阳，身后是尘土，河流在脚边退去，山脉在身后远去。他跑得太久，身体里的水分被烈日榨干。他渴了，去喝黄河，黄河不够，他又喝渭水，渭水也不够，他还要去北方大泽，可还没有到，就渴死在半路。一个巨人倒在追光的路上，这是不是失败？表面上看，是失败。他没有追上太阳，也没有抵达大泽。可故事最动人的地方，正是在失败之后。夸父死后，丢下手杖，手杖落地，化成一片桃林。为什么是桃林？因为桃子可以解渴，桃林可以遮阴，可以给后来赶路的人留下希望。也就是说，夸父自己没有抵达终点，却把自己的死亡变成后人的补给。他没有追上太阳，却为后来人种下路标。这不是失败，而是牺牲；这不是荒唐，而是中国神话里最早的悲壮浪漫。中国人最动人的地方，有时候就在这里。不是每个人都能赢，但失败也可以有价值。不是每一代人都能抵达终点，但可以为下一代人留下桃林。再说精卫，精卫原本不是鸟，她是炎帝的小女儿，名字叫女娃。有一天，她去东海游玩，被海浪吞没，一个年轻生命就这样被自然夺走。按照普通故事，悲剧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可是中国神话不愿意接受这种结束。女娃死后，
魂魄化成一只小鸟。他恨东海，不是因为任性，而是因为他不接受命运这样轻易地吞掉一个生命。于是他做了一个看似不可能的决定，填平东海。他每天从西山衔来树枝和石子，飞到东海，把它们扔下去。请想象这个画面，一边是无边无际的海，浪涌过来，像一张巨大的口；另一边是一只小鸟，它嘴里只有一根树枝，或者一粒石子。它飞过漫长距离，把石子扔进海里，扑通一声，没有浪花，几乎没有痕迹，大海不会变小，命运不会让步。可是精卫不说话，他转身再飞回西山，再衔一颗，再扔一次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。他当然知道自己渺小，他当然知道大海无边，可是他仍然做。为什么？因为精卫填的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海，而是人面对灾难时的无力感。他要告诉天地，你可以吞掉我的身体，但不能吞掉我的意志。你可以让我失败，但不能让我承认失败是理所当然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就能理解，为什么精卫填海能流传几千年。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填不平的海。有人面对病痛，有人面对贫穷，有人面对亲人的离开，有人面对人生的失意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做的事看起来也像闲时填海，改变很小，回报很慢，世界好像没有动。可精卫告诉我们，重要的不只是结果，还有姿态。人不能因为海太大就放下嘴里的石子。第三个是刑天。刑天是《山海经》里最震撼的战神，他与皇帝争斗，最后被砍下头颅。按理说头都没了，战斗就该结束了。可是《山海经》偏偏写出了最壮烈的一幕，刑天没有倒下，他站了起来。没有眼睛，他就用乳为眼；没有嘴巴，他就用鳍为口。他拿着斧和盾，继续挥舞，继续战斗。请想象这个画面：荒原之上，一个无头的身体站立着，风吹过来，尘土飞起。他看不见敌人，却仍然面向天空。他已经输了，却不肯停止。他不是在和某一个对手打了，他是在和失败打，和命运打，和那句你已经完了打。后来陶渊明写下刑天舞干戚，猛志固常在。这句话为什么让人震动？因为他说出了中国人骨子里最硬的一部分。肉身可以被摧毁，意志不能跪下，道路可以被切断，战斗的姿态不能消失。刑天的伟大不在于他战胜了谁，而在于他被打败之后仍然不承认精神上的失败。夸父、精卫、刑天，这三个故事放在一起，你会看到《山海经》最深的精神底色。它不是轻松的成功学，它也不是甜蜜的童话。它承认世界残酷，承认命运巨大，承认人会失败，会死去，会被吞没，会被斩首。可是它也告诉我们，人可以不屈。夸父倒下了，但留下桃林，精卫渺小，却坚持填海；刑天失头，却继续挥舞斧盾。这不是胜利神话，而是抗争神话。西方神话里的神常常有爱情、嫉妒、欲望和权力游戏。
中国上古神话里的英雄却大多很累、很苦、很悲壮。他们不是在享乐，而是在补天、治水、逐日、填海、战斗。如果说有一种精神贯穿其中，那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，明知很难还要做，明知会败还要做，明知自己渺小还要把石子扔进海里。这正是中国文化里极重要的一条暗线。大禹治水，三过家门而不入，愚公移山，子子孙孙无穷尽。后来的许多历史人物，许多民族记忆，许多灾难时刻里的牺牲精神，都能在这里找到古老源头。可是讲到这里，我们还要问一个更深的问题：这些故事到底是谁写下来的？那个写下九尾狐、帝江、夔、夸父、精卫、刑天的人究竟是谁？古代常常把伟大的书归给圣王，所以有人说《山海经》和大禹有关。大禹治水，走遍天下山川，他最有资格见过各种地形和异兽。还有传说说，大禹筑九鼎，把天下奇物刻在鼎上，让百姓认识危险，避开祸患。这个说法很浪漫，也很有画面。但从现代研究看，《山海经》更可能不是一个人写成的，也不是一个时代完成的。它像一部不断堆叠的古代百科战国，秦汉之间许多无名的人不断记录，不断补充，不断整理，最后才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。那么最早参与记录的人可能是谁？一个重要答案是巫。请注意，上古的巫不是后来意义上装神弄鬼的人，在那个时代，巫常常是部落中最重要的知识分子。他们懂祭祀，懂草药，懂天象，懂山川，懂仪式，也可能掌握文字。他们负责和神沟通，也负责保存族群记忆。鲁迅就曾指出，《山海经》有古代巫书的性质。你看书中很多神人异兽，常常与蛇有关。有人操蛇，有人见蛇，有人耳边挂蛇。为什么总是蛇？因为蛇在很多上古文化里都有通灵含义，它贴近地面，也能进入洞穴。它想连接地下、人间和神秘世界的中介。那些半人半兽的形象，那些长着翅膀的人，那些面目奇特的神，也许并不是现实中的生物，而可能是巫师在仪式中戴的面具、穿的法衣，进入迷狂状态后看到的幻象。请想象一个远古夜晚，火光跳动，鼓声沉重，族人围成一圈，巫师戴着兽面，披着羽毛，手里抓着蛇，口中念着古老的词。孩子看见他，会觉得他不再是人，而是神灵。老人看见他，会觉得祖先回来了。仪式结束后，有人把这些形象记下来，时间一长，他们就成了《山海经》里的神人和怪兽。这样一想，《山海经》就不只是一本书，它像一场远古仪式的残影，像火光熄灭之后留下的烟。还有一个秘密，叫昆仑。昆仑在《山海经》里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山，它更像古人心中的宇宙中心。那里是天地在人间的居所，是神灵往来的地方，也是连接天地的关键位置。上古神话里有一个重要观念，叫绝地天通。传说很早以前，
天和地是相通的，神可以来到人间，人也可以通过神山、神树接近天界。后来，人神混杂，秩序混乱，于是天路被断开，从此天更高，地更低，人和神分开。再看《山海经》，你会发现它像是在记录那条天路断绝之前的最后记忆。那里还有剑木，剑木是一棵高的不可思议的树，像通往天庭的阶梯。那里还有昆仑，还有大荒，还有日月出入之处。它记录的不是普通地理，而是古人心中那个还能与天地对话的世界。那是一个失去的黄金时代，人可以听见万物说话，山川有神，草木有灵，怪兽也有意义。后来理性增强了，秩序固定了，儒家正统更重人伦和礼法，不喜欢怪力乱神，可《山海经》还是活了下来。汉代有人整理它，晋代郭璞注释它，一代又一代读者保存它。它像一只埋在历史尘土里的青铜盒，打开之后，里面不是标准答案，而是祖先的梦。现在我们回到今天，为什么现代人还要读《山海经》？难道只是为了知道几个怪兽名字吗？当然不是，它首先是中国想象力的源头之一。陶渊明喜欢它。我们印象里的陶渊明是采菊东篱下的田园诗人，可是他也会读《山海经》，也会被精卫和刑天打动。他看那些神怪图像，仿佛一眼游遍宇宙。屈原天问里那种对天地起源的追问，李白诗歌里那种奔放飞扬的想象，后世志怪小说、神魔小说里的妖鬼世界，都和《山海经》有精神血缘。到了明清，《西游记》《镜花缘》《聊斋志异》等作品也都能看到它的影子。它像一个巨大的素材库，后来的文人不断从里面取火。到了今天，它更没有过时。国漫、游戏、电影、插画、潮玩都在重新激活《山海经》。九尾狐、饕餮、穷奇、烛龙、帝江、精卫、刑天，这些名字不再只是古籍里的文字，而是中国流行文化的超级符号。西方奇幻离不开龙、骑士、精灵、魔法；东方想象绕不开山川、异兽、神人、天命。《山海经》就是我们的元宇宙，是我们自己的远古素材库。更重要的是，它给现代人一种重新看世界的方式。今天我们有导航，有卫星，有搜索引擎，世界好像已经被解释完了。山就是山，河就是河，动物就是动物，数据就是数据。可是《山海经》提醒我们，世界不能只剩功能。山川可以有性格，草木可以有故事，动物可以是信使，远方可以是想象力的入口。现代人太忙了，忙到不再仰望星空。我们太习惯答案，反而失去了提问的能力。我们太重视效率，反而失去了惊奇感。可一个没有惊奇感的人，很容易被生活磨钝。一个没有想象力的民族，也很难真正创造未来。《山海经》不是让我们回到迷信，而是让我们重新恢复对未知的敏感。它告诉我们，世界远比手机屏幕大，人生远比日常琐事深，远方也许仍然值得被想象。除此之外，
山海经还保存着一种古老的生态智慧，它没有把自然当成纯粹的征服对象。古人看见一座山，会记录它的名字，记录它的矿，记录它的水，记录它的草木和鸟兽。哪怕那只兽很危险，古人也不是简单说要消灭它，而是说要理解它，利用它，避开它，敬畏它。这是一种很早的天人合一思维。人不是世界的主人，而是世界的一部分。这个道理在今天尤其重要，因为现代文明太强大了，强大到我们常常忘记边界。我们以为可以控制一切，却不断被自然提醒，人类仍然渺小。洪水、火灾、地震、疫情、气候变化都在告诉我们，自然从来不是背景板，它有自己的力量，也有自己的秩序。读《山海经》不是相信所有怪兽都真实存在，而是重新学会敬畏。最后，《山海经》对普通人还有一种更深的安慰：你不一定是夸父，但你一定有追不到的太阳；你不一定是精卫，但你一定有填不平的海；你不一定是刑天，但你一定经历过失败、失去、误解和挫败。人生很多时候不是努力就有结果。你追了很久，太阳还是落下；你填了很久，大海还是翻涌；你站了很久，头颅还是被命运斩下。可是《山海经》里的英雄告诉我们，失败不是终点，放弃才是。夸父没有追上太阳，但他留下桃林；精卫没有填平大海，但他留下誓言；刑天没有夺回头颅，但他留下猛志。这就是中国文化最深处的精神底色。它不轻飘，不甜腻，也不假装人生容易。他知道世界残酷，所以更看重勇气。他知道命运巨大，所以更珍惜不屈。他知道人会失败，所以更相信失败之后仍然可以留下意义。所以我们今天重新理解《山海经》，并不是为了猎奇，也不是为了怀旧，不是为了把神兽变成谈资，也不是为了把古书包装成玄学。我们读它，是为了找回一种早已被现代生活磨钝的能力，那就是对未知的好奇，对自然的敬畏，对失败的承受，对命运的反抗，以及在巨大世界面前仍然不肯低头的生命力。当你感到疲惫时，可以想想夸父，他倒在路上，却让手杖长成桃林。当你觉得自己渺小时，可以想想精卫，他只是一只小鸟，却敢向大海宣战。当你被失败击中时，可以想想刑天头颅已失，斧盾仍在。也许这就是《山海经》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。它让我们知道，世界远比眼前辽阔，生命远比想象坚韧，人类远比自己以为的更会做梦，而一个民族最早的梦往往藏着他后来所有的路。